庫克說：“我根本沒有要退休，但是蘋果還是會經歷50週年之後的最大洗牌。”聊蘋果貼，那我們今天馬上來跟大家聊一個讓全球華爾街還有很多人在關心蘋果新聞的人非常爆炸的一個消息，就是 Tim Cook 到底是不是要退休？那他現在親自說出來，他並沒有。那很快啊，在昨天3月17日的早上，蘋果親自上了 ABC 的早安美國接受專訪。那當主持人問到他是不是準備退居二線的時候，他非常罕見而且有點強硬的說出來，他說不，他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他也沒有這個打算。那這些都只是外面的謠言。那甚至他還加了一句有點感性的告白，說 I can't imagine life without Apple. 那看到這裡的話，是不是應該想到他要退休的這個謠言就已經平息了？那其實我們看了過去幾個月的新聞啊，還有蘋果裡面的一些動向，看起來似乎好像是沒有，而且這個事情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如果庫克真的要一直做下去的話，那為什麼近日在蘋果的高層啊、老層裡面有非常大的洗牌？還有為什麼現在已經年屆75歲的蘋果董事長 Arthur Levinson， 他要破例獲得年齡的豁免，那只為了留在董事會續任董事長嗎？那這背後他們到底算盤是什麼？他們是不是要把蘋果未來這個不確定性慢慢分期推向市場？好，那首先我们就先來講了這個老陳清倉跟裡面的管理階層的變化。大家應該記得，在2025年底的時候，《金融時報》有個重磅的消息，他說庫克最快會在2026年左右退休。那最可能的方式可能就是接任董事長。那現在庫克親自出來打臉。但如果你繼續看這幾年蘋果高層的異動哦，可能是在進行一場寧靜革命。那首先先來看啦，蘋果內部正在經歷的人事大洗牌都是非常高層，那就是他們的營運長現在退休，還有他的 AI 主管退休，但這個可能背後有其他原因。那另外他的法務長跟財務長也都在這一波完成交接。那其實在公司整個領導階層這麼多的人，差不多時間點進行換動，就有點清倉的感覺。那這樣的動作其實在很多大企業哦，在臨近接班的時候也會看到。這些隨着庫克啊，甚至有些是接任賈伯斯時代到現在打拼了10幾年的老臣，那現在這個階段集體退休，也是為了讓新的領導階層啊有時間上來學習，還有進行磨合。那以備將來新的執行長上任的時候，那第一方面身邊不會是全部比他實力老的老臣。那第二呢，這個新的管理階層也跟現任的執行長跟继任的執行長有足夠的時間磨合。那其實新任 CEO 啊，身邊很多老臣啊，照着他們管理上面的困難，庫克其實剛開始也經歷過。記得當年啊，有新的 iOS 推出啊，那蘋果裡面啊，可能跟 Google 或者在一些 iOS 上面的更動，造成不管是消費者或市場上面有很大的反應。那當時庫克管理的風格呢，是直接認錯道歉，然後把他們做的決定收回來，就是為了穩住他們消費者的信心。但是其中一個老臣哦，因為他是跟 Steve Jobs 可能從 Next 的時代就過來，所以他在裡面的話語權很大。那同時剛好裡面要收回的這個決定呢，就是他主導的。那當下他其實違抗庫克的旨意，並不願意道歉，也並不願意在他的道歉信上面簽名。那等於就是他並不聽令於庫克。那庫克最後也是下了痛手，開除他，才穩住這個領導階層。好，那我們講回現在，其實有一個細節就在現在的董事會上。那現任的董事長啊，名叫 Arthur Levinson， 那現年75歲。那蘋果裡面其實有一項非常嚴格的規定啊，就是董事會裡面的候選人年滿75歲就不可以連任。那先前美國的前副總統高爾也都在2020年因為這項規定而退休。但現在到了2026年初，蘋果竟然為了這個新的董事長破例去更改了他們的規定。那起初這個董事長還有另外一位資深董事叫 Ron Sugar， 他也是高過於75歲。那為什麼蘋果在這個時候會做這個決定呢？那根據現在蘋果呈交給 SEC 的公開文件，他們裡面給的理由是為了維繫董事會領導職位的連續性。那就有個講法啦，現任董事長他其實是庫克非常信任的一個盟友，因為以他的這個專業背景看起來，其實跟管理蘋果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蠻有可能他現在是在幫庫克去看守住那個董事長的位置。那當庫克可能不管在2028、2029或者更晚決定交棒 CEO 的時候，那很有可能就直接由庫克接任這個董事長。而現任董事長的留任呢，就是為了確保可以無縫接軌這段權力的過渡期。那說真的啦，以蘋果這家公司的穩定性來講，我自己個人也會蠻希望庫克有意願接下這個董事長的位置。不是，你要到設定裡面，它就是有一個圖示像齒輪那個圖示，沒有往上滑上去，沒有，你要先解鎖，它在桌面上面啦，手機桌，好沒有？好，算了，我下班去幫你弄。要遠端幫長輩設定手機真是非常難。那你可能都知道 ，iPhone 間可以遠端遙控，但如果長輩用的是 Android 手機或電腦，那你可以安裝第三方的軟體，像是 Desking。那後來我回家幫家人裝好之後呢，現在我可以直接在我的 iPhone 或者是我電腦上面遠端操控他們的手機。那更厲害的是，還有跨平台的支援，不管是手機、平板，那甚至是2台電腦交互控制都超級順。那我們果粉呢，如果你要使用 iPad 遠端操控你的 Mac， 也是非常的簡單，連線只需要按鍵就可以，而且還可以穩定
命不斷線，旅行出差就可以輕鬆還原你電腦的工作環境。那另外安全性也不用煩惱，那新裝置的登入需要2次驗證，那也可以設定密碼和制定黑白名單，端到端加密通過 ISO 認證，用起來呢更安心。那另外更誇張的，我的 Mac 甚至可以直接用 Android 的手機或平板當成延伸螢幕。你看折疊機的大螢幕就是要這樣用。那有了 Desking 還可以同時破除 AirDrop 魔咒的限制。你今天 Mac 要傳給 PC， 那反過來如果你今天 Android 要傳檔案給 Mac 也一樣。那甚至2個裝置不需要在同一個網絡的環境空間下，都一樣可以傳輸。那如果你家中跟我們工作室一樣這種多系統的使用者 ，Desking 真的超級好用。那現在就可以輸入我們的專屬優惠碼 APPLEDAD， 就可以享有優惠首月5折，然後年度訂閱還有8折的優惠，趕快下載吧。那下個部分呢，我們來講蘋果近年來的策略哦，慢慢的在轉型中，竟然開始要進入高 CP 值的市場，但是同時呢，他們在高端的 Ultra 市場也沒有放棄。那老實說，我覺得庫克現在不能走啊，某方面也不敢走，因為蘋果現在正面臨繼2021年以來最脆弱的時候。那以前我們總愛說蘋果在擠牙膏，但2026年的蘋果很顯然的，他們現在策略已經開始轉向。那庫克正在帶着蘋果發動一場2极化的啞鈴型價格戰。那首先啊，他們是向下扎根的高 CP 值的策略。那就在今年的3月，蘋果非常罕見的推出要價只要$599的 MacBook Neo， 同時呢也推出了 iPhone 16继任機種 iPhone 17e。那這個在以前根本無法想象哦，一台這麼便宜的 Mac 是全新設計的機種，並不是先前淘汰下來的。那現在這個階段特別有趣，因為以庫克他是出生於供應鏈的背景，他非常清楚了，在現在這個當下，當 Android 的整個陣營啊，還有 PC 的陣營正在為了這個記憶體的成本上升而頭痛時，蘋果可以利用他們強大的採購規模發動價格戰。你看哦，$599的 MacBook Neo， 它用的是先前 iPhone 的 A18 Pro 晶片，它的電池續航力長達16小時，直接瞄準 Chromebook 跟低價 PC 的市場。那更厲害的呢，他們裡面使用這個晶片，更是他們先前 iPhone 所使用，它根本也沒有必要為了這個新的低價產品而去重新設計一款晶片。那如果這些晶片的 deal 是先前呢，他們就長時間簽好，他們現在也不用因為去擔心這個記憶體價格漲價而頭痛。那另外呢，庫克這招呢，就是要強行把這個用戶鎖進他們蘋果的生態系裡面。硬體的毛利他們可以犧牲一點沒問題，但是高達75%毛利的營收服務是絕對不能掉，而且他們還要再更強勢的進攻，用低價產品吸引更多的用戶進來，那他們也進而會再去付錢使用這些服務產品。而 iPhone 17e 的推出呢，它有另一層意義，等於是宣告這個低價的手機他們正式進入這個年更的週期。那一個超低價的手機搭配最旗艦的處理器，那這個一樣對 Android 的市場造成威脅。重點是整合起來可以這樣去看蘋果生態鏈並不再是一道昂貴的高牆。那現在即使你都要買新品哦，那可能3到5樣不同類型的蘋果生態鏈產品裡面，你全部買齊，可能都在$1500、$1700內就可以抽齊。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下一個高端的市場就是向上突破，那大家都在傳今年的 iPhone Ultra 的系列。那有一個說法是為了轉嫁這個記憶體還有其他成本慢慢提升的這個情況，他們也必須推出一些比較高單價的產品。那他們說蘋果在今年呢，準備至少推出3樣 Ultra 的產品。那第一單就是 iPhone Ultra， 它的定價可能在$2000上下，那等於直接對標三星的折疊機。那第二呢，就是更高端的筆電 MacBook Ultra， 那預計會搭載觸控的 OLED 螢幕，那價格比現在頂配的 Pro 系列還要再高20%。那再來呢，就是在 AirPods 系列，也是在傳聞說會有一款叫做 AirPods Ultra， 那他們裡面會搭載這個攝影機的感應器，那專門為了未來這個 Siri 啊，還有人工智慧在服務你的時候提供視覺上面的辨識。那也有人說，蘋果現在正處於一個轉型的焦慮期，在 AI 領域上面的落後呢，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那這個有好有壞啦，你們可以看到，蘋果是整體資本的支出規模遠低於微軟、Google、Meta， 那其他像是在 AI 基建重兵的公司，那甚至連 Siri 的重大升級呢，本來預計現在就應該推出，他們延至可能到2026年中或是年後。那在這個部分還要被 Pro 跟 Google Gemini 來合作。但某方面來講呢，這個方面的資本支出遠低於這些公司，也代表他們有更多的現金在手上，可能看看風向 AI 的方向往什麼地方倒，那確定之後再來重金投資。那另外一個比較災難性的產品，有人說是 Apple Vision Pro， 那現在的銷售是非常的慘淡。那根據現在 IDC 的市場預估呢，Vision Pro 在2025年的第4季出貨量大約只有4.5萬台，那遠低於一般的 iPhone、iPad 或他們任何產品線，那甚至低到他們這個工廠一度需要停產。那在這種 AI 沒有翻身啊，新平台又卡關的時刻，所以也是有傳聞跟消息傳出來啦，可能董事會有給出壓力，在資金房的更換上面就開始提出一些討論。但其實我覺得，反而在這種暴風雨中以庫克來講，他是一個非常穩健的執行長。或許他留下來，但是同時在裡面的一些高層進行換血，看看能不能帶出一些新的革命的
的力量。那有一個說法就是說，他可能也要先處理好自己任內一些錯誤的方向所造成的後果。你總是不希望你退休或者你離開的時候留下的這個名字是說，先前雖然做得很好，但是最後可能在決策上面的錯誤，還有 AI 上面的誤判，造成蘋果失去重大的機會。好，那下期我們就來講，如果庫克留任的話，最可能會是到什麼時候？那我們先說目前最有可能的接班人，一樣是先前所傳出來的，就是現任的硬體工程資深副總裁 John Ternus。那50歲的 Ternus 已經被庫克一手帶上執行長之位，因為在2025年底的時候發生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變動，就是原本直接向庫克匯報的設計團隊，現在改由 Ternus 日常監督。那了解蘋果應該都知道啊，這個設計團隊在裡面是有非常大的話語權。那這意味着 Ternus 成為了蘋果史上罕見同時擁有工程與設計大權的主管。看起來庫克好像是在進行一場終極執行長的培訓，讓他可以學會如何像賈伯斯一樣，可以整合產品的靈魂還有肉體。而我們判斷呢，庫克可能留任到2028年到2023年的一個關鍵，是為了完成他最後的政治遺產，因為他現在也開出了未來4年6000億美元的美國本土投資計劃。那因為川普的政策導向，還有整個美國未來的需求，那庫克正忙着把蘋果的命脈搬回美國。到2026年底呢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所有的 Cover Glass 上面的玻璃全部改由肯塔基州的康宁工厂生產。那甚至連最重要的自研晶片封装也會交給在亞利桑那州的 Armcore。那這邊看得出來庫克的 Policy not Politics 的生存之道。那現在其實是非常艱難的時刻，他必須在華盛頓走鋼索。那這種複雜的地缘政治協調，或許現在 Ternus 還接不下來。那另外一點呢，我們比較現實面，我們從最新的股票獎勵看起來，那庫克還有一大批的股票要在2028年、2029年，還有2030年才會歸屬，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清晰的需要，就是庫克不會突然離開。那目前我覺得最可能的劇本就是庫克會留任到2029年初，或者到接近30年的時候，那可能至少確認知道美國下一任的新任總統是誰，那這樣也可以確保他們政商關係的穩定。那同時也可以知道啦，未來接任的總統會不會走的政策還是像川普這麼極端？那在那之後呢，再轉任董事長，那同時還是可以輔佐新任的執行長。最後我們就要講了，蘋果即將迎來他們成立的50週年，那本來是應該慶祝的時刻，但是現在同時也面臨到蘋果最痛苦的轉捩點。庫克的不退休，其實蘋果用公司治理向未來借時間。那當然很多不同的面向，他要把 AI 上面落後的坑補上，那要把 Vision Pro 目前的尷尬化解，那還要幫下一代接班人鋪好一條通往美國制造獲利穩定的康莊大道。那蘋果呢，過去10年專注在空間運算還有汽車製造的領域，那目前看起來都是完全無法變現的。那汽車製造的領域甚至是完全取消掉，這某方面也可以去歸屬在庫克上面的決策錯誤。但也不可否認他過去這10年打造了更強大的蘋果生態鏈，那同時創造了非常高報酬的服務性商品，那讓蘋果成為一家不會過度於依賴硬體營收的公司。現在蘋果的樣貌你們喜歡嗎？身為老果粉的我，必須說我還是更懷念賈伯斯時代這種驚喜感。但如果身為股東的話，我其實非常感謝庫克，同時心裡也會希望他可以留在這家公司更久一點的時間。好，那所以你們看法是什麼？你們覺得像 John Ternus 這個工程背景的接班人，真的可以帶領蘋果在 AI 的時代找回他們失落的創新嗎？可以留言跟我講你的看法，那也可以加入我們的討論區。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就記得幫我們訂閱頻道還有按讚。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嘍，拜。